我就綠場所王，場所王，綠營的金主終於看到了暐瀚。我對股利研有很大的意見，因為我個 AIT 出場可以對國內的情勢有這麼多的意見。洗地仔傳遞鏈，對啊，股利研是民進黨的洗地仔，黃暐瀚轉這兩篇有的股利研的洗地仔啊，畢竟幫美國人洗地還是高級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就綠。我刚走进来，這個攝影棚的背景跟今天來賓的背景居然顏色非常接近。4個國民黨的丁宇、李正皓、黃暐瀚、上一模。李正皓前面那一段，說真的，我自己笑得很開心，因為節目效果很好。也有很多人問我說，我為什麼要跟丁宇同台啊？那我就覺得從做節目的角度，我當然我有很多身份啊，有要參選公職，我自己本身也有主持節目，甚至我也是自己要主持節目的那個節目的制作人。對，所以制作人有制作人的思維，主持有主持的思維，當來賓有當來賓的思維。所以我就覺得就是多元嘗試，這也是我一直覺得說做自媒體可以去嘗試的啊，因為李正皓跟我們都同年嘛，他也是國民黨出身嘛。那他到那個領域去，他可以這樣子玩，我覺得這就是他走出他的方法。我有個疑問啊，我沒有想到丁宇可以在這個節目存活這麼久哎。禮拜一的時候，我跟丁宇，我們兩個單獨在另外一個人的綠營的節目啊。你知道他講一個理論路線之前，他講不出來，他只有講一句話，他就是支持台獨。好，他支持台獨的論點是因為中華民國的創立就是要支持多元的文化跟聲音，所以呢，有人要台獨，有人要港獨，有人要疆獨跟藏獨，他都支持。而且我們可以包容，但是我们没有要支持，他要支持，他是要支持。然後我就問他，那你怎麼支持？好，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他說他所期待的是中華民國要光復大陸。光復大陸以後，我們要做跟現在那邊政權有所不同做法，怎麼凸顯我跟他不一樣？我們民主自由，所以但凡只要在我光復之後，各省要獨立的，我都同意。哇，這好神奇的言論哦！第一次聽到這種版本，連綠營主持人都說：“哇，你這個走的比民進黨還要遠哦，這個不簡單的，我只能這樣講。”我說，然後呢，主持人問他說：“兩岸關係是什麼關係？”他說：“就是一個中華民國。”我就想他，你說一個中華民國，你他媽還敢支持台獨哦？對啊，而且你還是國民黨黨員。然後呢，我就說了，台獨是要消滅中華民國，我說沒有，賴清德都已經說了，他是中華民國總統，所以沒有要消滅台獨。啊，不是啊，你們那個是中華民國的殼，又不是真的認同中華民國。他一直在跟我爭說，民進黨現在是捍衛中華民國的。哦，那你趕快進民進黨啊！我對丁宇這個人也是很好奇，因為這個人好像也是這一兩年才竄出來的嘛。你問他，他最熟。他他媽沒給我裝死！我跟你講哦，我跟你講哦，我來，我跟你講，我講一句公道話哦，我講一句公道話哦，讓丁宇有機會出現在鏡頭的第一人就他。丁宇從來沒有出過，就他，就你哦，就他帶出來的。我先講一下我困惑的點哦，就是我大概在應該是去年吧，我去年才知道有丁宇這號人物，是國民黨青年團那些小朋友講出來。我跟他們聊天的時候，然後他們就反覆我就問他說：“我們來討論一下什麼最近時事啊，最近發生什麼事情的。”然後我就注意到那一天晚上我們那個聚會，然後有好幾個，不止一個，就好幾個，甚至好幾次都提到一個人叫丁宇。然後我就說，我沒有聽過這個人，我是真的沒聽過這個人，我也沒見過這個人。然後我本來以為他可能是什麼又是什麼台派的或者什麼的，因為照他們的抱怨的這個事情，我懂，聽起來就很像嘛。我就說那這個，然後可是那就是一個啊，那反正我們之前也有像是正皓啊或什麼之類的，你為什麼要提他？然後那些小朋友就跟我說，因為他是國民黨的。他說不，他是國民黨的。他說對，他說世修哥，我為什麼一直在就是抱怨他，就是因為他掛着國民黨的招牌，然後到處去講國民黨的壞話，就是這樣啊，甚至是主張台獨。是啊，他主張台獨。那這些青年團的小朋友也覺得很怪啊，你要主張台，你就去民進党就好了，我們的國民黨也不會攔你嘛，對不對？你掛着國民黨黨員的招，而且好像還是，而且一直上節目說，之前青年部的好像幹部黨青年部副主任，但是虛的，对，是虛的啦，對啦。但就是綠營節目就會用這個頭銜嘛，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丁宇到底是誰啊？因為我曾經講過一句話，當時還記不記得民進黨那群側翼要在一個周末上街頭說支持1.25兆軍購？我當時有點說哪一個國民黨黨內的從政同志誰敢去參加遊行，我就罵誰。他2場都去，第一場還有青鳥，第2場台下坐5、6個人，他2場都去，第2場他上台講話。
他堅決支持1.25兆軍購。好，所以我就找他來我節目，我必須要講得很清楚，你為什麼要支持1.25兆？你理由是什麼？他的理由是說，因為呢有蚊子要來，我們買電蚊拍。我說好，有蚊子要來，你買電蚊拍我可以理解，但現在出現2個問題，第一個來的不是蚊子是老鷹，請問一下，你買電蚊拍有用嗎？第二個，電蚊拍市價就是100塊，我們現在買500塊，你覺得合理嗎？对啊，這講完了嘛？那他怎麼回？我說那你也是支持要買電蚊拍嘛？我沒有支持要買電蚊拍，我可以支持用合理的價格買電蚊拍。对哦，比如說像之前也有8000亿、9000亿，是啊，这可以討論，是啊，我觉得國民黨內可以討論這個數字。但是丁宇那種說法就完全就是站在民間，就是你一定要買到買到1.25兆嘛。好，然後我就問他，如果我今天要買，我不只是買電蚊拍，我要買彈弓複合式多元的，你懂我意思嗎？不能只有单壓一種武器嘛。好，第二個，我說是不是沒有達到1.25兆都是賣台，都是不喜歡，都是不守護中華民國？他說對。我說你前老闆朱立倫支持9000億版本，你怎麼說？哎，对，我想知道他怎麼回。他說我想知道怎麼回，想知道嗎？去看W。没有，他那一天跟我同台，他直接說鄭麗文是中共在台協力者，然後因為我支持鄭麗文，說我也是中共在台協力者。對，鄭麗文是假國民黨，我也是假國民黨。我說憑什麼我是假國民黨？他說反對我的路線的就是假國民黨。他真的把清兩都要學起來了。然後他叫我退黨，他為什麼自己不退？對，然後我說為什麼我要退黨？他說因為你反對我的路線。我說反對你的路線，我就要退黨。他比主席還大，金派哦，金派哦，他是獨裁的黨主席。然後我就問他，說3800億加 N 哪裡有問題？我說少1塊錢都不行，就類似那一套有沒有？我告訴你，連那些綠營的名嘴都不會這樣，都未必會100%照着民進黨的官方版本講。那丁宇是完全照着民進黨100%官方版本講。然後還沒完哦，然後那天超好笑，他講完之後，他就講說要支持台獨這件事情，我就嗆他嘛。我說你都支持所有的獨立嘛？那以前毛澤東搞湖南獨立，你是不是支持毛澤東？我說以前那個毛澤東是假國民黨，又是假。毛澤東還真的當過國民黨但他不是假國民黨，他是孫中山。那所以孫中山也是假國民黨，下一個要開除孫中山。然後呢，他公開罵蔡英文，他怎麼罵蔡英文？為什麼當時你們全面執政的時候你不獨立？張宇韶馬上把他攔住，他說你要去，你不是在攔反串的嗎？你的言論已經比民進黨還要再往前很多很多步了。他這個是什麼激進黨了吧？他比綠的還要綠，他已經瘋了啦！你為什麼要找他上節目？他上我節目，他說什麼你知道嗎？他當眾脫帽。他是剃完髮了嘛？他要幹嘛？你知道嗎？他要罷免王世堅。對，所以你知道，他當年是號稱正藍軍，是連王世堅都不能容忍的正藍軍。酷，然後現在變成這樣。對，這個人是想紅想瘋了。我再說一次，他如果不掛着國民黨的招牌，他要怎麼講？我覺得我都沒有意見，我們都包容。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哈。但問題是你掛着國民黨的，然後講你支持台獨，然後這樣批評。貴黨考機會在幹嘛？兄弟，你最熟考機會哈？他是台北市吧？你女兒靠腰啊，對不對？這個我們賴以任同志最熟悉的黨部單位就是考機會了。我跟你講，很多人都跟我反映過這個問題，大家都一個問號就是他沒有人檢舉他。好，就是因為沒有人檢舉他。金溥聰、趙少康他們搞老半天，沒人檢舉他們。對啊，對不對？丁宇搞到這種程度，沒人檢舉他們。今天為什麼蕭敬騰會出事？因為他要選議員啊。對啊，他大家容忍他幾年，沒有人檢舉他。李少亮也被檢舉，因為他要選舉。那一個也被檢舉，因為我要選舉。我覺得這樣啊，貴黨黨紀真的不是只有選舉時候才作用，好嗎？紀律之所以叫紀律，就是日常平時隨時隨地都要遵守才叫紀律，不是只有選舉前夕才要來檢舉紀律。貴黨考紀會，拜託，還有你們貴黨黨員啊，貴黨同志們啊，對不對啊？就是舉手之勞寫檢舉啊，我們呼籲各位觀眾朋友啊，如果您是國民黨黨員啊，那就舉手之勞做環保，寫封檢舉函給國民黨考紀會啊，讓貴黨中央能夠來處理。那天我媽問我說：“你為什麼要一直跟他同台？因為你要選議員，你應該把自己的格局拉高。”對。我說是我明白，但我說我想扮演一個黨內的免疫系統的這個角色。什麼叫黨內的免疫系統？透過曝光跟他的對話，讓有收看的人知道他是一個真實的邏輯是什麼。我也沒有想跟他辯，我也沒有想跟他吵，我也沒有想毀掉他，我只是就是免疫系統的一個概念而已。你說按照主席處理，主席自己去檢舉某黨員本身，這不合理啊。對啊，不合理啊。雖然黨主席也是黨員啦。對啊，對。主席如果指使任何人去檢舉，就不對，也不對。綠
營代表資深媒體人黃暐瀚。大家好，我是暐瀚。对暐瀚來說，終於大場所王，大場所王，就是我們上個星期就在討論說，黃暐瀚他自己大概有意識到他在藍營的群眾之間，他的所謂的以前是藍營記者這個人設已經繃不住了。那所以過去幾年的時間，暐瀚已經悄悄轉綠，所以變成說有一些電視機看少康戰情室的老觀眾，對，也發現了暐瀚變了。暐瀚自己當然意識到這件事情，所以他大概也在開始在盤算說，好，我這個藍營媒體人這5個字，這個招牌還能賣多久？我什麼時候要真的跳過去綠的那一邊？我覺得他其實在盤算這件事情。好，那黄暐瀚他分享了2個 AIT 的鼓勵言這個，因為很重要，所以要分享；因為很重要，所以要分享。連續2篇呢？我覺得這2篇比較好笑的就是，你黃暐瀚資深媒體人做資深媒体人，你今天变成 AIT 的宣傳廣告窗口小弟，這是什麼意思？而且他什麼都沒寫哦，就以前拿去轉載別人的論點、文章什麼的哦，這2篇完全沒有他自己觀點嘞，他只有說因為很重要，所以轉分享，然後 hashtag 台美友好。台美友好，加油，汪周知。所以是这樣，你今天就算是要跟美國表忠，也表得太廉價了吧？第一個本發的文章表示你高度認同，那我就要來看鼓勵言講的話有沒有認同的任何的必要性。北京一貫模式是對話之前要先滿足前提條件，句點，表示這句話是適用於全世界，不是只有台灣。鼓勵言這句話，你去跟川普講。川普訪問中國大陸之前有沒有設前提條件？一定有嘛！鼓勵言，你的第一句話那個叫做定調，也就是原則性的東西。所有的論點第一句話，你要如果定一個原則性的東西，那這個原則性應該一體適用，而不是只有適用台灣。要不然你就不要加句號。北京一貫模式，你已經把調子拉到這個地步了。那請問一下，鼓勵言，你有沒有去回頭看川普當時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彼此之間有沒有前提條件？一定有。不，最基本就是一個中國原則嘛，對不對？那其次就是反台獨嘛。你如果美國總統如果不認同一個中國跟反對台獨這2個原則，你不用來大陸，還有中美什麼3個公報都不用，對啊，都不用談啊。那是不是前提條件？是啊。好，這其實不利於建設性的對話，所以有前提條件的都是不利於建設性的。所以你也認為這次川普到北京去見了習近平是不利於建設性的，也就是說這一場他定調了沒有建設性，這是鼓勵言的意思嘛？我把他的話套用在川習會是否一樣適用？如果一樣適用，你寫的叫真理；如果不適用，你寫的他媽叫廢話。後面講的都是廢話，我只講前面，就是他定的調性這麼高。第二個，一個美國 AIT 在台灣的處長對台灣最近這2年所有的內政指指點點到這種地步，你有什麼好認同？你有什麼好分享？我現在要講的是，我不想去再批這個黃暐瀚他這個行為怎麼樣。鼓勵言最近的行為已經到了突破過去所有 AIT 處長的所有行為。過去哪一個處長敢這樣對台灣的內政指指點點哦？而且過去會影響我們的政策，這個大家都知道。他會去游說，會去拜會，會盡量推動，而且他們推動是為了維護美國利益，而不是維護民進黨利益。這是兩個不同的層次的問題。鼓勵言他現在不是在維護美國利益，他是在維護現在的執政黨的利益，因為維護現在執政黨利益就是維護他個人利益。就這麼簡單。你說鼓勵言要把美國利益放在眼裡嗎？我認為他已經把個人利益超越了美國利益，不然他不會蠢到講這種東西。第一個不利於建設性的對話，請問中美現在是什麼關係？中美元首同意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啊，所以建設性是誰同意加上去的？是美國同意加上去，因為戰略穩定是美國要跟北京達成的，建設性是中國提出來，美國同意。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那鼓勵言公然的對他們的國策在進行批評啊。是啊。那第二個就更荒謬了，6項保證裡面就是什麼？保證不考慮中國大陸的意見或立場來對台軍購。川普直接在飛機上當場廢除。好久以前的事情不算。對，我忽然發現洗地仔傳遞鏈，對啊，鼓勵言是民進黨的洗地仔，黃暐瀚轉這2篇，他變成了鼓勵言的洗地仔啊，所以黄暐瀚是民進黨洗地仔的洗地仔，畢竟幫美國人洗地還是高級一點啊，對，高級洗地仔。
所以如果說此刻綠營人士心中真是有些慌亂，那也只是擔心害怕，如果鄭麗文2028不肯選到底，那該怎麼辦？所以黃暐瀚擔心的是2028年鄭麗文不選總統，這是他擔心的，所以他特別要寫這一篇來拱鄭麗文選總統的意思嗎？那太奇怪了吧？什麼降3級？對，我對降3級這個講法我很感冒。就算我們退一萬步講，降3級。他還有急，賴清德呢？我要講的是，就是這種民進黨有像這些自由時報，這是黃暐瀚，拜托一下，看別人有沒有刮鬍子之前，先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滿臉鬍渣。我問你，今天如果一個會裡面有政府官員，但是也隨行的科員，我有沒有見到科員？有，科員跟你比起來，是不是降3級？我是不是在基於事實上，我也可以說我見到了科員，所以降3級？但其實有更重要的人在場，只是我們不能講而已。對啊。所以我就說了，這一看就是很惡意的媒體操作。那既然是惡意的媒體操作，我們當然要出來反駁啊，這個有什麼不對？所以他講說，這個他前面講這一些，他想要強調的是說，哦，為什麼有握手這個你就承認為真？那如果有所謂的連降3級啊，這個層級不夠高，你怎麼就要否認？到底哪個真哪個假？到底哪個真哪個假？你沒有判斷標準啊？黃暐瀚，你沒有判斷標準嗎？你沒有判斷的能力嗎？他們先造個謠說他會見到 Trump。對啊，這裡我也是想說，學者問他你要不要見 Trump， 這個人說啊可以見，當然最好啊。對啊，那這就定調，他們就定義說哦，所以他真的不會降級，对不對？因為那屆第一個去不了嘛，第二個呢去夏威夷見恐龍嘛，不算降級。第三個他去關島，你知道跟關島跟誰站在一起嗎？跟關島總督在一起。關島總督是殖民地官員啊，我的天哪，還不是選的哦。是美国聯邦政府害的哦。現在有些人就在那邊挑撥離間嘛，就說哦，你看鄭麗文這個訪美規格被降級了，一定是鄭麗文的親中言論觸怒美方，對不對？那就開始挑撥離間。那再來就是後面，當然啦，他後面講，在我看來，所謂鄭麗文現象，第一個，從未有過一位國民黨主席如此親中，但是這時候還要講一下，馬英九，因為他以前支持馬英九，他沒辦法去推翻馬英九，馬英九是他現在在這個行業裡面最後的那個底線。他如果連馬英九都推翻，他就推翻自己過去的人設。我可以不是的親藍，但我一定親馬英九。好，從未有過一位國民黨主席如此親中，拜托再確定一下，你再確定一下。好，我就不討論親不親中的問題了。哦，親中是你的定義，親中是你的定義。第二個，從未有一位台灣黨主席這麼不受美方待見，你確定？你要確定哦，賴清德現在是黨主席哦。你要確呢？他沒有受美方待見啊，對吧？你要確呢？我都覺得他是不是在陰陽怪氣？你要確呢？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黃暐瀚跪賴清德這麼久，每次拍馬屁都拍到大腿上。對，好，再來，從未有過一位藍營總統候選人受到綠營如此的期待，這就是他最後，我認為他才是整篇文章最重要。他要暗示鄭麗文要選總統。對啊，他前面這一套都在講說他有多麼的不適格，他前面要形塑鄭麗文有多麼的 low， 最後才是重點。這麼不適格的人，他要選總統。現在不管是綠營或甚至是藍營內部少數人，一些有心人是要批鬥鄭麗文的，他們所有攻擊鄭麗文的點，沒有一個去面對鄭麗文的主張啊，我覺得這其實是他們心虛的一種表現。為什麼黃暐瀚對鄭麗文會這麼的偏激？你看首先這個已經完全就從漢學文章來說，這篇是一個嚴重不及格的文章。我也覺得爛到極點。你看第一個鄭麗文現象啊，什麼是鄭麗文現象？他沒有解釋，你知道嗎？他說是就是這個非常的輕量。鄭麗文這一次去美國之前，他就特別提到修習底德憲這個主張。去美國之後，他也見到了這個學者本人，所以可以反映出他對於美國或者中國大陸，那尤其是夾在美中兩大強權之下的台灣這個小島的生存空間是什麼？那其實這個東西，如果你有在看我們過去歷史哥這個雙主修節目的話，我們每次講到黃暐瀚或者是類似的題目，我們都說，其實我們沒有什麼太有創意的新發明。你就回頭去看馬英九時期的主張，那個時候主張是什麼？親美友日和陸，美國、日本跟中國大陸都保持良好的平衡關係，這是馬英九總統任期內已經達到的目標。那當然後來蔡英文跟賴清德把它毀了。對，那鄭麗文作為國民黨黨主席，兩岸主張，國民黨就是九二共識，
對，然後兩岸要和平交流，要溝通，要對話，大家都是一家人。鄭麗文沒有變過。好，那你黃偉漢當年，你每次都說你當年就是跑馬英九總統府路線，你最熟馬英九，馬英九是你的好朋友啊，馬總統是你的好朋友，馬英九不是你的好朋友啊。黃偉漢對於馬英九的主張是最熟悉的。那既然馬英九的主張跟鄭麗文的主張在兩岸問題上是相同的，你怎麼能夠說鄭麗文叫做親中舔共賣台？那馬英九就不是，而且你這篇文章還特地的把馬英九拉來墊背。你還在消費利用馬英九，你過不過分？民進黨看不起鄭麗文，好，然後現在有一些人說華府看不起鄭麗文，好，那都是你們在講，好，那我就問你們這些人，比起鄭麗文很務實的去接觸北京，去接觸華府，然後去在台灣島內去各黨派的溝通，鄭麗文想要的就是建立建制式的溝通管道。美蘇冷戰時期，兩方尚且是有熱線，防止核彈誤射。可是兩岸現在官方之間是沒有這樣子的熱線的。溝通管道全斷的情況下，一個在野黨的黨主席，他沒有任何的官職，沒有任何的公職，然後他就這樣親身的跑去大陸，跑去美國，然後在島內也進行不斷的溝通，去宣揚他的主張。他的主張其實也很簡單，就是我們要建立溝通管道。对。那你這樣想嘛，兩岸關係它的當事人主體是誰？是台灣跟大陸。可是現在台灣島上，尤其是民進黨這一幫人，他們認為我要解決兩岸問題，我可以繞過北京，我可以只跟美國溝通，我可以只跟美國買武器，買完武器增加我們的國防預算，我們就能夠解決兩岸問題了，都不需要溝通管道，這怎麼可能？